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根据新加坡旅游部门对外公布的数据，1992年，新加坡接待外国游客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80万人次。经过30年的发展，2020年新加坡的游客接待人数已达到惊人的1442万人次，客房住用率达到了86%的高比率。朋友们，你要知道，新加坡的常住人口也不过是545.4万人。换句话说，新加坡全年接待游客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本国人口。这个情况在全球范围内是比较少见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人们之所以选择去新加坡作为旅游的目的地，这与新加坡严厉的法律态度和执行力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加坡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也为整个社会的旅游生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毫不夸张地说，新加坡俨然成为这个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然而，就是这样的旅游名城，1995年也迎来了叫人头皮发麻的疯狂杀手。这个名叫约翰·马丁的英国男人之所以名动全球，引用网友的一句话说，那就是别人旅游要的是钱，而他要的却是命啊！短短1个月内，约翰·马丁连续杀害了6名游客，通过篡改他人证件、偷改信用卡信息等手段，对被害人的财物洗劫一空。被抓后不仅态度傲慢，而且谎话连篇，企图蒙混过关。纵观整个案件，你会发现约翰·马丁专挑旅游在外的外国人下手，作案手法之娴熟，令人发指。约翰·马丁后来也被新加坡媒体称为地狱来的游客。今天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这起发生在旅游胜地新加坡的连环杀人分尸案，我们也将进一步洞察一下约翰·马丁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又是如何从一个懵懂的少年一步步沦为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的呢？鼓励大象马上开始。1995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降落了一架从英国飞来的飞机。机场的地勤人员正紧张地将客人的行李转往行李出口处，方便客人出港后可以顺利拿到自己随行的行李。这一切看似非常普通的工作流程，任谁都不会想到，这些随行的行李里藏有后来震动整个狮城的连续杀人分尸案的作案工具，其中包括手铐、绳索、瑞士军刀、电击器、锤子、斧头等物品。没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把小小的瑞士军刀，在短短30分钟的时间里，就完完全全的肢解了一个人。3月8日当天，前后脚在樟宜机场落地的还有一架从南非飞来新加坡的飞机。这架飞机上有一名叫做劳尔的啤酒厂机械工程师，时年33岁。劳尔妻子玛丽是一名宠物店的老板。之所以后来能够顺利确认死者就是劳尔的原因，与玛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稍后细讲。劳尔此次旅行，玛丽本意是想一同前往，由于临时有生意上的事情，只好放弃。临行前，他就与劳尔计划好了，新加坡的电器要比南非便宜很多，家里本来就要购置一些新的家用电器、电脑、相机等物品，借机可以采购一下，省下来的钱可以到新加坡游乐一番，还有结余。早上9点左右，劳尔乘坐的飞机落地，顺利出港后，准备打车去市区的时候，有个男人前来搭讪。对方说自己是从墨西哥来的商人，经常往返墨新两国，这次来是做一些服装贸易的生意，想要邀请会说英语的白人一起合作出租车、合住酒店，可以节省一些开支。生性单纯、生活节俭的劳尔看到对面态度诚恳、长相英俊的男人，没有多想，就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这个男人不是别人，就是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的那个男人约翰·马丁。马丁这个人吧，不仅长相好看，一副人畜无害的面孔下，嘴巴还特别能说，很会瞎扯。一边吹嘘自己经常往返于新加坡，对这里很熟悉，一边又非常热情的要带劳尔去熟悉的电器店去买价格便宜、质量又好的电器。为了打消劳尔的顾虑，马丁特意带着劳尔找到机场前台的工作人员，让前台的工作人员推荐了一家较为合适的新加坡豪江大酒店，两人一起打车前往酒店。但两人到达酒店的时候，被告知预定的房间还没有到入住的时间。马丁还故作轻松地对劳尔耸耸肩说：“那这是上帝的旨意了，刚好我也饿了，咱们就到附近转转吧，吃点东西，逛逛商场，回来的时候也就差不多了。”劳尔同意了。午后返回酒店，劳尔跟随马丁顺利地办理了入住手续，
进入了酒店的房间。就在他俩进入房间不久，走在前面的劳尔放好行李将要转身的一瞬间，突然应声倒地。约翰·马丁趁其不备的情况下，用电击器将劳尔击倒，然后用锤子朝劳尔的头部狠狠地砸了下去，劳尔当场毙命。随后，马丁把劳尔的尸体拖到浴室的浴缸里，一边打开水龙头冲洗血水，一边用随行带来的瑞士军刀肢解劳尔。分解技术之娴熟让人恐惧。30分钟多点的时间里，劳尔已经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为什么马丁会有如此娴熟的分解技术和强大的抗压心理呢？我们不得不把时间拉回到约翰·马丁出生的1959年。约翰·马丁1959年12月出生在英格兰，上面有个姐姐名叫珍妮。很小的时候，姐弟2个就随着父母搬到伦敦。马丁的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小时候，马丁与父亲最为亲近。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在小马丁10岁的时候，父亲出车祸去世了。其后的马丁开始变得有些迷茫。15岁时，因为阅读障碍被迫退学。混迹社会后的小马丁开始急转直下。1974年到1992年间，马丁一直在犯罪与监狱之中反复横跳。约翰·马丁酷爱旅行。20岁那年，他在墨西哥旅行期间认识了妻子，并很快结婚。可是很快妻子发现，这个男人似乎与他俊朗的外表有着极不相称的恶行，好吃懒做不说，喜欢吹牛，小偷小摸，坑蒙拐骗。妻子试图修正马丁的行为，多次无望后，忍无可忍地选择了与马丁离婚。不久之后，也是最后一次，马丁因为贩毒，由于数量较大，被重判7年。后来因为逃狱，又被加刑6年。前后达到了13年。期间，约翰·马丁还算安分，由于表现良好，被分配到监狱厨房学习厨艺。马丁在监狱厨房期间，对屠宰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千方百计地央求师傅教他屠宰技术，美其名曰想要好好学习，希望出狱后可以靠着一技之长好好生活。至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马丁可以在短短30分钟的时间里快速肢解碎尸的原因了。佯装已经从良的马丁骗过了所在监狱的风险评级。在1993年10月越狱前，约翰·马丁已由高风险囚犯降低到了低风险。1993年10月，约翰·马丁故技重施，逃狱成功。走之前，他向同囚的罪犯西蒙·詹姆斯买下了整套身份证明，并将身份证明和护照伪造成自己的照片。要死不死的是，这些伪造的证明居然瞒天过海，成功骗过了机场的工作人员，逃离英国，飞到了新加坡。自此，马丁的身份也摇身一变，由小偷小摸的贩毒分子堕落成连环杀人碎尸犯。现在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95年新加坡酒店的命案现场。被分解后的劳尔，在马丁看来，与他在监狱里分解过的肉类食品并无二致。马丁用黑色的购物袋将它们分别包好，放进衣柜，取走劳尔的信用卡和旅行支票，把签名改成了自己的，又将劳尔的护照照片更换成自己的照片。3月的新加坡大街上出现了一个出手阔绰、肆意挥霍、夜店狂欢的男人。非常讽刺的是，约翰·马丁被抓后，他曾对新加坡警察说：“我没想跑啊，他死后我是大大方方的去剧院看音乐剧的，你们可以去查。”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所有的安排或许早已注定。不久后，驻新加坡的英国大使馆就接到了一个自称是西蒙·詹姆斯男人的报失声明。报失人说自己的护照和旅行支票丢在酒吧了，请求协助找回。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报失的支票和护照还需要去相关的旅行社公司进行报失，并取得相关证明，过几天再来大使馆办理其他事宜。报失人又屁颠屁颠的跑去旅行公司报失声明。这个人就是约翰·马丁。之所以自称是西蒙·詹姆斯，大家应该还记得，越狱前马丁已经向狱友买了整套的身份证明。不过后来，马丁在酒店的衣柜里找到了丢失的护照和支票，是他自己放在酒店的衣柜里忘记了。他又忙不迭迭地折返旅行社取消报失，可是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取消不了，已经上报了，叫他过几天再过来处理。支票估计暂时是用不了了。
这里大家有必要先行记住这个关键点，这与马丁被捕有着重要的关联。一直放在房间的劳尔尸体很快开始发臭，为了避免臭味引来麻烦，马丁先是买来除臭剂，将就了几天，臭味实在盖不住了，他把劳尔的碎块放进劳尔带来的旅行箱里，扔进了酒店附近的河里，在对劳尔的信用卡等财物挥霍一空后，所剩无几，支票上的钱暂时无法取出，他决定先到泰国伺机再犯，干票大的，再返回新加坡取回支票。1995年3月15日，来自加拿大哥伦比亚的退休教师希拉和他的儿子达林一起来到泰国普吉岛度假，和约翰·马丁在机场不幸相遇。希拉早年丧夫，与儿子相依为命。约翰·马丁之所以看上这对母子，正是因为母亲希拉是名老年人，儿子达林当时左脚受伤，带着石膏，毫无反抗能力。当天在机场遇到马丁，他有故技重施。约翰·马丁看起来文质彬彬，很会说话，两母子和他聊得十分投缘，甚受好感。这是一家靠近海滩边的4星级酒店，约翰·马丁和两母子住在同一层，分别是43号房和48号房，这2个房间对门而设。当天晚上，友善的两母子还邀请约翰·马丁共进晚餐，但意外的是，约翰·马丁借口很累拒绝了。但是他们约好了第二天早上一起吃早餐。你以为马丁是突然放弃对这对母子的计划了吗？ No， 他是在忙着为他的犯罪计划做准备工作。马丁先是来到普吉岛的旅游区租了一辆电动车，然后又找到了几个大纸箱，为接下来的计划做足了准备工作。第二天早上8点，约翰·马丁如约来到母子俩的房间。当时儿子达林在酒店房间的阳台坐着，马丁借口说阳台海景好漂亮啊，随即进入房间的阳台，接近达林，趁其不备，用电击器将达林电至昏迷。此时的希拉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只会尖叫。约翰·马丁制止希拉说：“我只求财，你儿子没死，他只是被我电晕了，他现在在我手上。你现在需要先去酒店大堂办理退房，你只要按我说的做，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被吓得无法思考的希拉按照马丁的意思，快速办理了退房。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希拉下楼办理退房手续的同时，约翰·马丁已经把他相依为命的儿子当场杀害了。当希拉回到酒店房间，还没看到已经死去的儿子，也被马丁电晕了过去。50分钟后，躺在浴室的母子被约翰·马丁悉数分解，无一幸免。伪造完信用卡签名和护照，把2名死者的财物洗劫一空，2名死者分解后的尸体也被他装进了事先准备好的纸箱里，分批次用电动车将他们分散抛到了普吉岛的各处。2名死者的头颅被埋到了普吉岛的一个观光公园里。就在约翰·马丁流窜泰国普吉岛的那段时间里，1995年3月13日前后，新加坡附近海域码头工人陆陆续续地发现一些疑似人体残肢，其中有一处的黑色塑料袋里装着的一截白人男性小腿相对较为完整，虽然都已经开始腐烂，但新加坡法医还是确认切口非常利落，手法专业，相当整齐，认定凶手有可能是外科医生、兽医或者从事屠宰工作的人员。从切割的手法来看，从事屠宰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法医进一步鉴定，死者健康状况良好，是位年轻的白人男性，体型中等。同时，新加坡的警察基本判定死者较大可能性是来新加坡旅游的游客，因为新加坡作为一个亚洲人常住的国家，较少出现白人常住。如果死者是旅行的游客，新加坡警方的侦破工作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就在新加坡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收到了一封由南非发来的寻人传真。这份传真正是劳尔的妻子玛丽发来的，前述有提。也正因为劳尔之妻玛丽发来的这份传真，新加坡警方才会这么快就确认了死者的身份。在劳尔失联4天后，玛丽越发感觉事有蹊跷。劳尔不是那种离家不与家人报平安的男人，更不会3、4天的时间里不与家人联络。经过调查与比对，警方确认了死者正是失踪的劳尔。顺藤摸瓜之下，新加坡警方也进一步确认了最后与劳尔紧密接触的是一名叫做西蒙·詹姆斯的英国男人。他们一起住进了豪景大酒店的1511号房。在随后对1511号房间展开的调查中，警察发现这个房间已经住进了一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妇，清洁人员也已经对房间做了几次清洁工作，很多线索已被洗去。尽管如此，办案人员还是在酒店的隐秘处发
发现了微小的喷溅状的血迹，就此，新加坡警方断定1511号房间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然而，此时的西蒙·詹姆斯已经不知去向。就在案件将要进入僵局的时候，英国大使馆传来的消息，犯案的很可能不是西蒙·詹姆斯，而叫约翰·马丁。因为大使馆已经查到西蒙·詹姆斯本人还在监狱，不可能犯案。1995年3月19日，约翰·马丁飞抵新加坡的当天，希拉的头颅在泰国普吉岛的一个观光公园里也被发现。一名遛狗的市民无意在公园的一个小角落里发现了狗狗刨出的人类头颅，随后母子俩身体的其他部分也相继被发现。已经掌握了马丁行踪的新加坡的警方在机场守株待兔，顺利实施了对马丁的抓捕工作。在马丁随行的行李里找到了希拉母子的证件资料及其他随行物品。抓捕现场的马丁一度情绪失控，并企图自杀，被新加坡警方及时制止。1995年9月，新加坡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证据确凿之下，约翰·马丁不得不承认是他杀了这3个人。但对于杀人的理由，他又在胡搅蛮缠。他说，劳尔是名同性恋者，晚上对他动手动脚，他是出于自卫反抗才会误杀劳尔。尸体是他在新加坡时遇到的一个他在英国认识的毒贩头头帮他处理的。至于希拉母子，是这个毒贩头头嫁祸给他的，他自己纯属无辜。这种侮辱智商的荒诞故事，怎么可能骗得过执法严明的新加坡法官？死刑是没跑了。1996年4月19日，约翰·马丁被执行绞刑。根据10年媒体的报道，同一时期在新加坡和泰国两地发现的疑似受害者与劳尔和希拉母子的被害情境非常相似。由于证据不足，无法认定是马丁所为，没法定案。我们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听得多了也只当作是人世的一句警醒，但我们却忽视了恶魔的轮回，世间常有。善良固然没错，但毫无防备的善良的确会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保持善良，但请适当。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顺遂。